在16世纪的欧洲啊，有一场叫宗教改革的风暴，可以说席卷了整个大陆。不过呢，在英格兰，一场为了真理的赛跑啊，才刚刚开始。而且这场比赛啊，注定会非常漫长、非常艰难，甚至会流血。大家刚才听到的这句可以说有点叫板意味的话，是来自一个叫威廉·廷达尔的学者。你别小看这句话，就是他点燃了一场持续了好几百年的思想革命。好，那咱们就来看看这场比赛。比赛一开始啊，就碰上了一个特别大的障碍，那就是《圣经》这本书。它本来应该是每个人的精神食粮，对吧？可是，在当时，它就像被锁起来了一样，普通人根本就碰不到。为什么说碰不到呢？当时有好几堵看不见的墙挡着。首先，圣经太贵了，真的只有有钱人才买得起。其次呢，它是用拉丁文写的，你想想，普通老百姓谁懂拉丁文呢？根本看不懂。但最关键的一点是，当时的教会严厉禁止大家自己去读圣经，这样一来，怎么解释圣经就完完全全由他们说了算。就在这个时候，廷达尔站了出来，接过了这第一根接力棒。他是个很直觉的觉者，他看得很清楚，要想让人们建立真正的信仰，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必须打破教会对圣经的垄断，把这本书直接交到每一个普通人的手里。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过程啊，说出来简直就像一部谍战片。他为了躲避迫害，先是逃出了英国，然后在德国，他争分夺秒地翻译新约，接着又秘密印刷了好几千本。最后一步，也是最危险的一步，就是把这些圣经伪装成普通货物，偷偷地运回英国。不过，跑这场真理的赛跑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廷达尔最后还是被自己人出卖了，被抓了起来。最终呢，因为他翻译圣经这个工作，被判处了死刑。所以你看，虽然廷达尔的生命结束了，但是他点燃的这把真理的火炬并没有熄灭。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有人站了出来，准备从他手里接过这根滚烫的接力棒，继续跑下去。另一位改革家叫休拉提莫，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但是就在火刑柱上，在熊熊烈火中，他却大声地宣告，他的死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他说，我们今天在英国点燃的这支火炬将永远都不会熄灭。这把真理的火啊，并没有只停留在英格兰，它一路向北，被另一位非常勇敢的改革家约翰·诺克带到了苏格兰。而且诺克这个人呢，他直接拿着圣经的真理去挑战当时苏格兰女皇的最高权威。诺克斯提出的观点在当时可以说是石破天惊。他的核心思想就是信仰的权威到底应该听谁的？是国王、女王还是圣经？他的答案是圣经。这个思想不得了，他等于是在说上帝的话语高于君王的权力。这在当时绝对是要彻底改变整个国家权力结构的一个想法。好，随着时间慢慢过去，这场接力赛的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了。以前那种看得见的来自刽子手的火焰威胁，渐渐的被另一种新的挑战所取代了。你看啊，以前的斗争很明确，敌人就是公开的迫害，就是烧圣经的火。但是新的敌人呢，是一种看不见的危险。英国的教会虽然已经独立了，不再受罗马控制，但他自己却慢慢的变得非常冷漠，充满了各种形式主义。福音最核心的信息反倒被大家给忘了。不过呢，就算是在这种属灵上非常黑暗的时期，比赛也还在继续。有一个叫约翰·班扬的传教士，因为他的信仰被关进了监狱，但是他的赛程可没因此结束。你猜他做了什么？他在那个小小的牢房里写出了一本了不起的书，叫《天路历程》。这本书用一个寓言故事讲了一个基督徒一生的旅程。虽然他的人被关起来了，但是他的思想、他的信仰却通过这本书翻越了高墙，传给了后来几百年里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时间又往前推，英国属灵上的黑暗可以说越来越浓了。
当时的官方教会教导大家什么呢？他们说，你只要多做点好事，多参加点教会仪式，就能得救了。你看，这几乎是把当初宗教改革最核心的那个真理——因信称义给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当时啊，人们信仰的天平已经完全偏了，一边是靠自己的各种善行、各种仪式压得重重的，另一边呢，反倒是上帝白白赐予的恩典变得好像无足轻重了。感觉这根真理的接力棒传到这一代，好像真的要掉在地上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这场接力赛的最后一棒选手登场了，他们就是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两兄弟，还有他们的好朋友乔治·怀特菲德。一开始啊，他们也跟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想靠着自己严格的纪律，拼命地做好事来赢得上帝的喜悦。结果呢，他们发现自己累得不行，但心里还是空洞洞的，一点平安都没有。直到有一天，他们终于重新发现了那个最简单却被大家遗忘已久的真理，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因信称义。他们突然明白了，原来得救不是靠我们自己去赚来的，而是一份上帝白白给的礼物。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凭着信心去接受。哇，这个认识一下子就点燃了他们心中的火焰。从那以后，他们的眼光完全不一样了。他们的合场不再是小小的教堂，约翰·卫斯理甚至说出了一句名言：“我以全世界为我的教区。”这句话背后是什么？是他们想把这个关于恩典的好消息带给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决心和雄心。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是一场属灵的大爆炸。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在约翰·卫斯理去世的时候，这个运动的追随者已经超过了50万。这可不只是一个数字，它背后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化。这场大复兴运动不仅改变了英国，它的影响力还跨过大西洋，传到了美洲，甚至影响了整个世界。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整场接力赛。它最开始是廷达尔一个单纯的渴望，就是想把圣经放到每个普通人的手里。而到最后，是卫斯理他们把这个真理的种子真正的种到了千千万万人的心里，从手里到心里，这带来的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全球性属灵大复兴。你看，一个农夫的儿子，一个监狱里的囚犯，一个四处奔波的传教士，这段历史就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当这些看似普通的人开始为了一个不平凡的真理而奔跑时，究竟会发生什么呢？答案就是，他们真的可以改变世界。